男人一定要学点上不得台面的一些手段啊，这样你才能够不费吹灰之力的赢得财富和女人啊。这种东西学校不可能教你的啊，父母也是不会讲的，因为它极其的反人性，但是呢，却极其的好用。我毫不夸张的说啊，我今天讲的东西呢，如果说你能够听懂一半，所谓的什么女人冷淡呢，关系低位啊，这种情感问题，就等同于是1+1大于2，跟你一样的问题。你呢，你更能够凭借这些手段在事业上去拿到一些更大的结果。OK， 其实总共呢，我给你们就讲3个手段吧。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永远让对方觉得这事儿啊是他的主意。早些年我刚毕业工作的时候，我跟你讲，我遇到了一个前辈，他姓李啊，这可以说他是一家地产公司的一个副总。当时呢，他想推一个新的一个营销方案啊，方案是好方案，数据呢他也都跑过了，至少呢能够给公司多挣大概1000个 W， 但是他没有在会上直接去讲出来，而是提前几天跟大老板吃饭的时候，随口聊了一下这个市场啊，包括什么某个竞品的这种打法呀，就那么一嘴，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多说。第二天，老板自己在高管群里面发了条消息，我有个想法，大家来碰一下。而那个想法几乎和李总的方案一模一样。那李总呢，在会上头一个去响应的啊，老板这个思路真牛啊！我来落地执行吧。你们细品一下这个操作，方案是他的，功劳是老板的，但是执行权呢，依然在他的手里。我还记得当时他说了一句话，说想让你记住人心里面最深的需求不是被帮助，而是被认为我很厉害。你想要推动一件事儿别让别人觉得这是你的主意，要让他觉得这是他能够想得到的，他就会比你还要积极。我当时听完以后，那个时候我虽然刚出身社会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后背发凉，因为我瞬间联想到了我之前犯了有多少的蠢事儿开会的时候甚至还在拼命的表现自己，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 idea 是我的，结果呢提案被毙，功劳没捞着，还得罪了人。那其实这个思路放在感情里面是一样的并没有奇效。兄弟们，你们可以想一想，你追女生也好，约她吃饭也好，本质上呢是不是都是你的主意你是追求者呀，是邀约者呀，那女生她作为被动的那一方，她自然就会慢热，会给你设置门槛，对不对？因为你俩是对吧，不是一体的嘛。但是当她把这些事儿变成自己的这个主动意愿的时候，那不就是所谓的一追难了吗？隔层纱呀。所以说你要想办法让她觉得这事儿是她的主意。就比如说你想约她见面你不要说周末有空吗，咱们一起吃个饭，你一邀约他就陷入了追求者的这个身份了，那他这种被追的框架焊死了，他也就会有一个潜意识会觉得说不能离你太近不能随意的答应你对吧？你完全可以干嘛，提前几天随口跟他提一嘴说，我刚吃了一家店，我的天哪，第一口下去我真的觉得你要是吃到这家店的话真的会很喜欢，我都能想象你那个吃得开心的摇头晃脑的样子了。当你提前甩出这个信息，就是说这家餐厅很棒很适合你的时候，而不是说我要邀约你去吃那家饭，那这个女生后面做决定的时候，她的脑回路可能就是真的假的那我要去试一试。她根本就不会去想说什么我要不要去接受你的邀约等等你只需要在给出这个信息之后，再慢慢的在后面再制造一下她想要去吃这个饭的这个机会，然后再表达出你也想吃对吧，再去尝一尝，这不自然而然约会就成了吗？再或者你还可以干嘛，哪怕他不提，你也可以等到某天周末的时候告诉他说中午少吃点留点胃，我晚上准备订那家餐厅带你去尝一尝，对吧？他99%都会答应你，他对你在这个板块的防备呢早在几天前就已经丢得一干二净，而且这个时候你不是他的追求者，你们只是平等的互相吸引，因为你只是想要带他去吃那顿饭，他喜欢吃的那顿饭而已。所以这种框架性的去推进关系，我说实话既容易推进关系，又能够把关系推进的非常的顺畅友好优质有的兄弟这个时候可能要问说，如果说我当下已经是处于追求者了，那怎么办多看交友的视频，多学多问咱们手里面呢还有第二个手段，叫做雪前送炭。我想问兄弟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什么时候帮别人价值最大？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都不是，最狠的还是在对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他的时候，
这一点呢，哎，还是那位前辈老李啊，他当时告诉我的。他还给我举了个例子，他说啊，他有一个合作伙伴姓罗，做建材的。有一年呢，这个省里面政策有调整，那咱老李呢就提前从朋友那儿听到了点风声，判断这个调整肯定会影响到老罗的那一批库存。他没有等到老罗来找他，而是直接一个电话过去说什么：老罗啊，我手上有个渠道啊，可以帮你消化一批货，你要不要了解一下？老罗当时真的没太当回事儿啊，就觉得还挺突然的。但是啊，还是让就是老李去给他对接上了。1个月之后呢，政策下来了，老罗当时那批货如果还压在手里的话，至少得赔500个大费。后来老罗呢就请李总吃饭啊，到最后呢就跟老李说什么：老李啊，这个人情啊，我可能要欠下来了啊。你们看懂关键了吗？其实雪中送炭已经算高手了，对不对？但是真正的狠人是在雪还没有下的时候就已经把炭送到了对方家里面。为什么？因为雪中送炭，对方的感觉是我欠你的，而雪前送炭，对方的感觉是什么？这人简直是神人。你欠的人情是简单的，你还了就是了。但如果说你崇拜一个人呢，你会一直把他放在你心里面的最高位置，这个区域千金难还。好，我们再来讲一下第3个啊。这第3个手段呢，我可以说是蛮好学，但就看你能不能悟到了，叫做学会留一口。就是说，如果说你跟人合作啊，你要留一个原则，哪怕你能够拿到8分的利，你也只能拿7分。那为什么到手的钱不赚啊？听起来好像有点反人性，但我告诉你们，我也时常会有这样的疑惑。当年老李怎么跟我说的？你留的那1分不是给对方的，而是给你自己的。其实我当时并不太理解，后来我自己创业，自己做事儿，做情感啊这些，对吧？我就明白了，那1分是留给你下次还能坐在这张桌上的一个门票。我身边有个做电商的朋友，他在21年的时候就挣了很多啊。他有个供货商跟他合作了2年，一直呢都是在给他一个很好的价格。后来有另外一家供货商给他报价会更低，他二话不说直接切割了，1分情面都没有给啊！不到半年，新货出了品控问题啊，一整批货全部退回来了。等到他回头想要去找之前那位供货商的时候，人家直接一句不好意思啊，产能排满了，直接拒绝了。最后他好像是半年亏了几百个啊，300-400个吧。那什么叫留一口啊？就是你在每段关系当中都给对方留下了一个下次还想跟你合作的理由。你把人家的利润吃干净了，你觉得他下次还有动力给你最好的资源吗？在男女关系里面同样也是如此的。就比如说你跟女生一块喝酒啊，散场之后呢，你出于安全考虑送她回家，对不对？那你就送到小区门口，让她自己上去就行了。哪怕她问你说要不要上去坐坐呀，你都别去，因为这大概率是她的试探。你就直接可以跟她讲，今天就到这儿了啊，我明天公司还有个会，你要是没尽兴的话，可以下次去我那儿，我还有很多好酒。那这里的逻辑和上面这个留一口呢，其实是一样的。如果你逮着机会就想要把对方吃干抹净的话，那你极容易踩大坑。很多兄弟其实都是这样的，越是接近结果的时候呢，就越是容易着急，最后就是一个不留神直接全面崩盘。所以你要学会留一口的这个心态，保持这种未完成感，给到他下一次的期待，那一切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你的这种心态会使你整个人的格局与魅力都能够更上好几个档次。这种状态会带你收获更优质的一些感情。因为做人啊，留一口、留一手、留一线都不是心软，而是在给未来的自己羞辱。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呢，聪明的人太多了，但是愿意让人舒服的人太少了。所谓的手段其实不是去算计谁，而是刚好契合了人性里面那些需要被看见、被需要、被尊重的那些渴望。技巧也许能够帮你一次，但是如果说你想要赢一世，还得干嘛？就是叫做学人性、懂人性、用人性。下课。